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必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邹建明，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女人记得她的每一切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起，邹建明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不应该那样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颖，不要说对不起，小颖，不要说对不起。好，我现在要开始加倍努力，你不要再打扰我了，好吗？为什么小颖要加倍努力？小颖要拿第一名吗？我要拿第一名。为什么小颖要拿第一名？因为只有让自己变得最优秀，才能解决难题。只有让自己变得最优秀，才能解决难题。小颖要努力拿第一名，因为小颖要让自己变得最优秀，才能解决难题。小颖要努力拿第一名，因为小颖要让自己变得最优秀，才能解决难题。水性杨花，不守妇道，红杏出墙。老妈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不会成语还在那边乱用。就是嘛，他又不是真的夫妻，你干嘛把小颖骂得好像超级大反派一样？他根本就是个大反派啊！亏我们对他那么好，他竟然抛下我们的儿子，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呢！鬼混？哎，老妈，你拿一只眼睛看到人家鬼混？是啊 ，too much。好了。你们一个两个手臂只会往外拐，现在我儿子戴绿帽，好像不关你们的事哎。My God， 事情啊，让你讲得越来越复杂了。都是你嘴巴，都跟你妈讲。他问我的吗？你不要说了，你说干嘛？你这是你妈，你逼我。哎，老婆，哎，你要干嘛你？干嘛？赶人呢？还要让他在这里白吃白住啊？你这样做啊，只会落。喂，哎，落什么？落什么？落井下石，火上加油，于事无补。哎，老爸，我连用3个成语哎。好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要是你把小颖赶出去的话，你儿子还有我儿子啊，会好事成空的。你做吧，你。就是了。那个男的是何方神圣？他是不是在追小颖？小颖又是不是对他有意思？我们都不清楚。如果就这样把小颖赶走的话，那不是等于送羊入虎口啊？让小颖去投靠他。哎，听到了没有？死人头！那为什么你不早说？害我差一点就铸成大错。真的是一言惊醒梦中人。哎，喂，老爸，我今天有墨水耶！难道我们就眼巴巴的看着我儿子？也是我儿子啊，只有挨打的份？那倒不会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先见之明，有秘密武器。什么秘密武器？跟我来。噔噔，嘿，你看。
当男人爱上女人》、《恋爱百科全书》、《我的初恋故事》啊，要怎么做？你这死人头，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，你都要什么不三不四？这是给新婚夫妻看的，我是留到最后关头才拿出来用的。我就不相信你儿子，也就是我儿子，还有你哥哥，看了之后不会不开窍。哇，老爸你很高明哎！你知道老哥什么都不厉害，就是读书啦、背东西最厉害。哎，他可能看了这些秘密武器过后，他会变成恋爱专家。倒是真的啊！厉害！有事让你帮忙。家里有个自闭的，我已经是够头痛了，现在还碰上你们两个，你们饶了我吧！老哥，来，现在马上即刻，认认真真的把这本书读完。来，儿子，间中呢你也看这本，来。妈有必读。老爸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你还让老哥浪费时间读这种没有用的东西？哎呀，什么没有用？我跟你讲，这是发财宝典啊！哎，你老哥给我赢了3场马。现在就算赢30场，也不比老哥的终身幸福重要。老哥，我不是叫你要认认真真的读吗？你干嘛随随便便乱乱翻的？是啊，你这么翻吧，你看得懂里面的内容啊？周建明看得懂，周建明看得懂里面的内容。那好，你告诉我们，你看懂了什么？什么是浪漫期？浪漫期是生理上最勃发的阶段，当体内的 PEA 被激发，马上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手心出汗，可以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，打上5小时电话，谈上24小时恋爱，依然精神亢奋。浪漫期也是心理上最敏锐的阶段，只要轻轻触动，就能产生激烈的反应。Stop！老哥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你竟然可以一字不漏把全部的东西背出来，哎，哇，你妹妹我真的很佩服你。请继续啊。来，儿子啊，既然看这么快，不差这个，看快点。哎呀，老爸，老哥看完这本书还有很多 DVD 要看。哎呦，拜托你不要整天烂赌啦！等一下大耳窿上门，老妈要跟你离婚了啦！快点出去啦！不要吵老哥。你看他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？他死了。他是你的亲人吗？不是，这个人13年前开车撞死了我爹地、我妈咪，还有我哥哥。为什么他会坠楼？既然是找到遗书，我看他应该是自杀死的吧？不是，是杀人灭口，是杀人灭口，一定是杀人灭口。这个人13年前受人指使，蓄意撞死我的家人。我去找他查证，虽然他矢口否认，但是神情很紧张。那个指使他的人一定是怕他泄露出去，所以把他杀了。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先生，我叫汤颖，我在医院昏迷了13年才醒来。如果我遇害了，请你通知警方，我一定是被人谋杀的，因为有人要杀我全家。如果对方知道我还没有死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汤颖小姐，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哈。我以前呢也是个律师，我叫司徒东城。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。这是我电话号码。汤颖，我查到当天出事的地点了。
你确定你要重回那个伤心地吗？爹地、妈咪、哥，谢谢。你和你的家人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他们，就算我冒着丢了命的危险，我也一定要找出凶手。真的吗？就像你说的，你不怕像王志良一样？我怕，我怕得很。可是，当我闭上眼睛，我爹地、我妈咪、我哥哥浑身是血的躺在我面前，如果我不找到凶手，我的心一辈子都不会平静。我听一个修行者说过，当你的心不平静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置身魔道。魔道？他的意思是，要原谅你的仇人，甚至是杀你全家的仇人，这才是正道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个凶手。司徒东辰，我能帮你洗脱罪名。什么？我能让你恢复名誉，当回律师。我找到他了。谁啊？那个说你非礼、企图强奸他的女人。嗨，你就是杀人犯？看你这个蠢样子，也有男人要非礼你、强奸你。你认得他吧？对不起，请问什么事吗？闭嘴！这个倒霉蛋就是拜你所赐，蹲了2年牢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向警方自首，承认你诬告他，还有告发幕后黑手汪元忠。我们走。我还没说完，你敢走？司徒东辰，司徒东辰，你干什么？怕什么？为什么要走？难道你真的非礼他，企图强奸他吗？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你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呢会被关进神经病院的。我在帮你，当我是神经病？你太天真了吧！你这么做不但帮不了我，还会给自己惹麻烦。他要是告你恐吓，你得坐牢，你明白吗？原来你是关心我。承认吧，司徒东辰，你是关心我的。哎，找个地方睡觉吧。哎，我已经3天没闭上眼睛了，说不定有你陪我，我真的睡得着。这什么男人啊！我已经那么不要脸，求你陪我睡觉，你都不肯。哎，不睡觉就算了，什么时候来上班？我知道你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，我给你1万块月薪啊，2万块，随你开价好啦。你到底要多少钱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我自己饿死的。Mr. Tan， 到你了。有你洪大律师出马，哪有打不赢的官司啊？你说的对。哎，你们公司请人啊？对啊，什么职位啊？一个小助理。司徒先生，
你的面试已经取消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一个小小的助理职位你也感兴趣啊！可别忘了，你以前呢是一个大律师哎，该不会是沦落到如此地步吧？对了，你不是有一个富家千金女朋友说要出钱让你开律师楼，让你当老板的吗？真是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幼稚，去找一个女人，在我和美琪的面前耀武扬威，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打击我们？开玩笑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要是真的跟杨念青在一起的话呢，我倒是要恭喜你，因为他迟早是会把你给玩死的。我知道你很恨我，恨我害你坐牢，恨我把你的女人给抢走。不过我劝你一句话，最好是把你的怨气吞进肚子里，不要想办法报仇。那是因为我可以让你连一个小小的助理职位也做不成。想报仇，别妄想了。很想打我？来，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打人啊，好痛啊！王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没事呢？疯狗咬人了，没有看到？快把他抓起来！你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还有，记住我说的话。我知道你很恨我，恨我害你坐牢，恨我把你的女人给抢走。想报仇，别妄想。我很有兴趣知道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。报仇。报仇？你不也是为了报仇吗？报仇？杨念青，杨念青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现在。汪连州的律师楼不是在这里吗？没错。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拜码头啊。你是开律师楼还是开拳馆？我们的律师楼就开在对面，既然是同行，是应该打声招呼的。走吧，我想看看汪连州的表情，一定很有趣。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你这个人真无趣。你这个人真幼稚。如果你只是玩玩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想奉陪。不去就不去，再找机会亲门踏户就是了。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告你非礼了！你再不走，我们就叫保安了。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回去告诉来了我，不要当缩头龟，最好出来把事情解决了，要不然本小姐跟他没完没了。这是恐吓，我们已经录下来了，小心告你。告我？好啊，有种再来我告我，他不告我，我第三天还要告他呢。臭男人呢，最好出门给车撞，不识变态贱，一辈子玩不了女人。怎么没看过漂亮的女人骂人吗？你要告他吗？你不是说他不告你，你还要告他吗？
说说而已啦，你真的以为打官司不用钱啊？不用，你1分钱都不用花，汪元州会帮你买单。有那么好的事？你们是谁啊？我是律师，他是我的顾问。喂，刚才你说我1分钱都不用付，真的吗？而且还能得到你所要的。真的？他指的是打赢官司的情况，当然这得要看你想要告他什么，能不能告得进，还有没有把握打赢。说来说去还不是白说。我保证一定赢，如果输了我赔偿你10万。找个地方谈谈吧。顾问，开工了。这就是我们办公室。不用看了，这里暂时只有1个律师，杨念青。你肯定有开业许可。我不准的，自己去查吧。我在一间律师楼做过2个月的工，处理一些商业纠纷，但没有单独上过庭。凭我这样的律师，还有你这样的顾问，你说 Lisa Lin 的 case 有没有的打？没有。那么肯定。法律是讲证据的，单凭他一面之词根本站不住脚，更何况她是个夜总会小姐。你歧视夜总会小姐？我没有歧视她，我的意思是她的工作性质呢，是包括接受客人买醉。如果她答应和对方上酒店，那就表示她同意这笔交易。可是这不包括变态行为、暴力侵害吧？关键是李莎琳并没有报警。可是她有验伤报告，而且汪元州已经答应和她私下解决赔钱了事，但是只想用区区500块打发她。所以我说汪元州肯定会反告她，指她企图勒索，并要求她赔偿名誉损失。我已经接受她的委托，而且官司打输了，我还要赔偿她10万。但是你都没有签下任何契约。我不会当个言而无信的人。你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已经答应他起诉汪元州。你不只是个疯子，而且是个无药可解的疯子。这点我不会否认。你不是想报仇吗？我们开业第1天就碰到这样的 case， 是老天赐给你的报仇机会。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发一封律师信给汪元州，问他是否愿意庭外和解。庭外和解？不上庭吗？上庭？你以为你是他对手？或许我会一鸣惊人呢。既然你这么一意孤行，那又何必问我意见呢？就照你意思做吧。如果他愿意庭外和解就罢，要不然就在法庭上见。这封信就麻烦你了。没事吧？厕所里面有一个女人，好像中了邪一样。求求你们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怎么了？快去 Alex， 找他，找 Alex。谁是 Alex？ 他不见了！要杀人，要杀人，要杀人了！不要，不要！你看清楚，这里没有人，只有我跟你啊！你看清楚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没人，真的没人，真的没人。
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你骂的对，我是有神经病，我是个疯子。要不是靠这些药，我早就被送进疯人院。对不起，你干嘛道歉？我不会再这么说你了。你是在同情我吗？我不需要你的廉价同情。你走吧。你放心吧，我吞了这些药，会让我平静6小时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不管听什么、看什么，反应都是慢半拍的。拜。司徒东城。你会不会因为我有病而不帮我？给汪连做了律师信，明天就准备好，等你签名以后就可以送出去了。汪先生，这是刚收到的律师信，什么 case 啊？索取伤害赔偿。你们搞错啊！这么小的 case 交给我干什么？律师楼里没有其他律师了吗？对方起诉的对象是你。出去吧。Lisa 竟敢告我！杨念青。没错，那是我发出去的。不好意思，汪大律师，本律师楼开业第一个 case 就是告你。对不起，汪律师，我的顾问说我们最好以书信来往比较好，你还记得吧？我的顾问是司徒东城。拜。他现在一定气疯了。你这个人真扫兴。你没事吧？有，我有事，你陪我，你要怎么样都可以。你看你，好像我要把你吃掉一样。你开车没问题吧？吃了药。拜。不要再说话了，
不要再说话了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们，请你闭嘴！不要再说话，不想听，请你们闭嘴！真的很吵啊！不要再说话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求求你！救我！你家到了，你不用紧张，我爸和我哥最疼我，我喜欢的人，他们也一定会喜欢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念青回来啦，来，我新买的音响系统，听听，音质不错。先给你介绍，他是 Alex。Alex 刚从美国念书回来，我们交往几个月了。他说要认识你和哥。哦，好啊。爸。哦。Alex 要跟你握手。哦，不用那么客气啊。萍姐，上楼给小姐拿药。是。我好端端的吃什么药？萍姐，先拿饮料招呼客人吧。客人在哪里啊？你没看见我朋友在这里吗？那里没有人啊。还不赶快去拿药？哦，没人。念青。没人，真的没人。念青。Alex 呢 ？Alex 在哪里？念青，你太累了，你应该休息。他不见了，爸，你怎么？你把他怎么样？他你把他不在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他陪我回来，你在这里。他陪我。别闹了。爸爸不要生气，你骂我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爸爸骂我。念青，爸爸骂我。吃药，回房休息。我会很乖的，我是乖女儿。爸爸知道你乖啊，但是没有生气。我陪你上楼。爸陪你上楼。爸爸不要生气。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！不要生气。吃完药好好睡一觉，醒来就没事了。爸爸，我是不是惹你生气，让你伤心？没有，你没有惹我生气，也没有让我伤心啊。我会很乖，我会听话的。爸爸不能骂明慧。不会。哥哥。念青最乖了。爸爸最疼我。我是爸爸最乖的女儿。哎，是，睡觉啊。他身上带着国际刑警的证件，他在美国的身份不是学生，而是国际刑警。他是卧底，他到底什么目的？破获国际珠宝走私集团。竟然敢利用我的女儿达到目的，这样的人全部放。爸，他可是国际刑警。有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。Alex 呢？他说要陪我，我等了老半天都不见他人。他和郑峰驾快艇出去了。他们去哪里啊？到附近的渔村买点海鲜。是吗？来，陪爸聊聊天。
游艇的钥匙在那里，他们没离开，你为什么骗我 ？Alex， 念真，放开我！爸，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哥，不要！住手！Alex， 爸，我求求你们，放开我！开门 ！Alex， 住手！不要 ！Alex， 不要！住手啊！爸爸这样做，都是为了保护你。要打架吗？好。老哥，你从小到大整天看这些功夫片，你看不腻的？我叫你看那些 DVD。在这里。你为什么没有看？看完了。看完了，你是怎么看的？乱看喽！老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还陪他看电视啊，看到眼花缭乱啊。为什么会眼花缭乱？那你现在在哪里？老哥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用心良苦，就是让你从电视上学会追女孩子的招数，你怎么可以敷衍了事？周杰明想快点看完。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你看这么快有什么用？周杰明知道，接下来他会说：“你不要再跟着我。”不要再跟着我。再跟我就要报警了。再跟我就要报警了。哦，原来你在看字幕啊。儿子，他教你怎么追女孩子啊？追女孩子不能用老土方法，送花送钻石都过时了。追女孩子不要用老土方法，送花送钻石都过时了。现在追女仔要用3出：出奇制胜，出人意表，出类拔萃。杨先生，别给我先生前先生后的，听了怪别扭。叫我正风吧。坐。你可真是有眼光啊！身边坐一个这么漂亮的陪酒小姐。她是我的私人助理，雅丽娜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了。没关系。
那么急着找我，什么事啊？这个雅丽娜不是外人，说吧。其实也没什么，都是自己惹来的祸。是这样的，前些日子啊，有个客户请我到夜总会来，然后，总而言之就是事后呢，那小姐找上门来说我伤害她了，要敲一笔医药费。我当然是不受威胁，但真没想到，她真的是找了个律师，要告我上法庭。那可真的是风流惹的祸。不过打官司不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干嘛一脸苦恼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律师啊，是你妹妹杨燕青。是吗？哎，我真拿我的妹妹没办法。她说她要开律师楼，问我爸爸借了一大笔钱。我本来还以为她只是说说罢了，没想到她还真找你打官司。那你就陪她玩玩吧。如果杨小姐只是玩玩罢了，那倒没关系。我只是担心她会被司徒东城所利用。这场官司，司徒东城是顾问，肯定是他教唆的。你也以为我的妹妹这么没脑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担心司徒东城别有居心，他可能要对付的不单只是我，还别有目标呢。是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官司是无事行事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控方找到新的证据的话，他们能够把你再告上法庭。司徒东城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。啊，你妹妹已经上当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去对付司徒东城好了。对，这个人我们必须把他赶尽杀绝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杀了司徒东城好了。我说，去杀了司徒东城。开玩笑的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真会开玩笑。雅丽娜，给汪大律师压压惊。汪大律师，请喝酒。去杀司徒东城。去杀司徒东城！去杀司徒东城！去杀司徒东城！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。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里绕。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
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却